阳风有信，全无边，我是你们顶级星的前女友呀。不少人想继续看魔物娘的同居日常。哼，你们就是想搞黄色，我还能怎么办呢？当然是满足你们。前面讲到，人类阿来温柔又善良，而当男生有这个属性的时候，他就变成中央空调。怎么来说，阿来也是男主，光环还是有的。他因温柔不爱而获得了许多的魔物娘，半蛇小米、半鸟帕比、半马珊珊，还有史莱姆小软。妹子那么多，生活也很难保持平衡。就拿小软来说，他现在属于低智，做什么都不用脑子。只要发现别人身上不管是水还是汗还是别的液体，他都会咻的缠上去，不分男女。小声逼逼，那要是别人想要上厕所的时候怎么破呀？从前几集观众们也看出来了，只要阿来上街必定能捡到妹子。今天他也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，有个轮椅妹从天而降，为了防止轮椅妹从坡上滑下来，阿来勇敢的上前接人，幸好对方有安全气囊，否则阿来又要重伤了。至于气囊指的是啥，我就不多说了吧。哎呀，这个不能过审呀。小冉碰见了轮椅妹，就和疯了一样冲了上去，可是人家身上没水啊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呢？原来呀，轮椅妹叫美雪，是条美人鱼魔物娘，有一说一，露耳朵在歪头杀，这也太可爱了吧。由于阿来太善良了，协调员干脆薅羊毛薅到家，把美人鱼也交给他照顾。就这样，阿来拥有了第5个妹子，连带国家免费装修的豪华泳池房间。这大泳池我酸了呀！美雪是条美人鱼，意味着她不会走路，这说明啥？阿来可以正大光明的抱妹子了呀！美雪看着软萌，其实内心贼八卦，她很想知道阿来到底有没有谈恋爱。小米可不想惯着他，谁也别想和自己抢男人，全程都没有好脸色。他觉得美雪这厮肯定是目的不纯。你说你问这个问题，不就是和阿来想进一步发展的意思吗？小米是越想越酸，整个舌头变成了柠檬精，还在内心疯狂逼逼。为什么大令对谁都好？难道是我不配吗？看啊，他还抱别的女人，不行，我要拆散他们，先把空调降温，看看美雪怎么办。哼，虽然屋里变冷了，但是美雪仍然毫发无损。她只是可怜小米，她现在冻得和孙子一样。这妹子不会以为所有长尾巴的魔物娘都和蛇一样怕冷要冬眠的吧？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珊珊发现美雪很有气质，说话就像领袖一样，让人不得不臣服喜爱。而且美雪最喜欢的悲剧故事就是小美人鱼和王子了，她觉得变成泡沫的美人鱼才是世上最美的画面。小米看着帕比、珊珊都围着情敌转悠，更是不打一处来。然而面对她的挑衅，美雪并不在意，她发誓自己绝不会和阿来在一起。这个 flag 立点是很绝，她为啥这么笃定呢？不仅我不明白，小米也不明白，所以她就继续当灯泡。阿来和美雪泡脚，她也要横插一脚。人家俩失足落水了，她就下去救人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水下越来越凉，小米反而晕了过去，还是别人把她给救了。这次受惊之后，小米和美雪难得和气的泡了泡澡，小米也向美雪道了歉。至于那个让我们疑惑的问题，也在此时被解答了。问为什么美雪不想和阿来变成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呢？答，因为她喜欢浪漫式的悲剧，求而不得才是最爽的。这逆向思维我惊了。情敌没了，小米重振信心，努力锻炼厨艺，势必成为一名合格的妻子。只要想想婚后的画面，她就觉得很美滋滋。大令做个选择，晚饭泡澡还是我。当然了，在厨艺方面，小米肉眼可见的没有天赋，手被烫伤了，只能缠满绷带。万万没想到，小米的蜕皮期也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阿来发现了他的尴尬，安慰他不要压力太大，就算不会做饭、不会家务，也不要气馁。阿来之前就看了这些书，知道怎么来处理蜕皮期，所以很快就上手帮忙撕皮了。小米的尾巴太敏感，弄得阿来一直在念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听见声音的路人震惊了，喂，不要白天搞黄色呀！其实人家俩就是撕个皮。说实话，这个画面有点爽呀，看得我有点想撕了。这样那样一番之后，小米的蜕皮完成了。这边刚结束，帕比有整只鸟都不好了，因为他感觉自己要下蛋了。哎，大家可别误会啊，阿来可不是什么禽兽，帕比的蛋是未受精的那种。一家人还处在懵逼状态，门外就来了个导演。原来他一直在门外窃听，直到听见有魔物娘要产蛋了，所以才要上门采访取材，顺便各个房间来看看。导演表情全程猥琐，还不断的问一些下流的问题，拍摄角度更是刁钻，总往欧派上跑。女孩子们自然很反感他，谁知道这个导演是个鬼才，一旦被质疑，他就要上纲上线，说自己被魔物娘歧视，一点人权都没有了。他还得寸进尺，想要带走小米蜕下来的皮，用来研究调查，好不要脸哦，真的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帕比要生了，导演举起相机准备拍下过程，还让阿来上去帮忙助产。好家伙，一个产蛋被他拍成了小黄片，所以咱们还是快进一下吧。恶臭导演甚至还想拍高清无码的视频，再把视频和蛋全卖了。幸好他的想法全都被小冉用读心术读了出来，否则谁都不知道他居然这么坏。本着两家族和谐友好的原则，大家之前不断的让步，现在到了这一步，魔物娘们也忍不了了。偏偏导演无耻，仗着自己是人类，不断的仗势欺人，谁都别想伤害我。
紧要关头还是阿来出马，再次用拳头说话。画面这么帅，妹子们瞬间更爱他了，大家都觉得很惊喜。小冉居然还会读心术，真的是意外收获呢。就在此时，帕比的蛋也降生了，事后被他放到了冰箱里，所以你们猜正在做饭的小米会不会把蛋给煮了呢？真的是细思恐极呀。另一边，导演在阴暗的房间里缠线，他的设备已经被摔了，价值300万的蛋也没了，如今只能靠手里的线卖钱了。他让房间里的魔偶娘快点缠线，结果却被反伤了。为什么导演会有蜘蛛魔偶娘呢？当亚人类犯罪而人类不能出手伤害的时候，就需要协调员上场了。他手下只有魔偶娘军队，最擅长处理亚人类的问题，就是他们救下了坏导演，而那只蜘蛛魔偶娘则趁机逃跑了。这个名叫爪爪的魔偶娘抓到了阿来，他很想知道阿来照顾寄宿在家的魔偶娘们到底是为了心中的正义，还是说他和导演其实是一类人，都是惺惺作态的伪君子。爪爪努力的搔首弄姿，想要色诱人家小哥哥，可是阿来不吃这一套。好吧，其实他一直都在隐忍。看着阿来这边的正人君子，爪爪也终于相信他的确是个好人。其实爪爪也曾有过寄宿家庭，但是由于他看起来很可怕，大家都不怎么欢迎他。坏导演趁机而入，请求转让爪爪的寄宿权，就这样可怜的妹子落入了变态的手里。阿来对此嗤之以鼻，他并不害怕爪爪的爪子，反而觉得很好看。没错，这厮就是老主控了。随后协调员及时赶到，老红娘当惯了，最爱给男主牵线。他发现爪爪不反感阿来之后，马上决定就把他也交给阿来照顾。到了新家之后，爪爪就更猖狂了，阿来的房间也变成了爪爪的天下，织个网床困住阿来，再把门也挡上，那是不是就能当夜洞房，变成新郎和新娘？全靠珊珊夜袭救下了阿来，带他在路上狂奔。都说冤家路窄，他们在此偶遇了种族歧视小情侣，对方不断的讽刺珊珊，气得他掏出了自己的模型剑。即便如此，他也不敢伤害人类。就在种族歧视者拼命口嗨之际，爪爪来了，他把所有人都变成了蛹。此举一出，瞬间笼络了珊珊的心。果然呀，女人都是一个样子，最喜欢被英雄救美了，或者说被美救美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，喜欢前女友的别忘了那3点：点击右上角的关注订阅，点点小铃铛第一时间收看我，还有就是点赞投币给我一个支持哦。疫情期间大家注意身体健康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，老子爱你。